最近这段视频被诸多网友分享，说的是有人端起一盒散落的钉子，开始不断前后摇动并左右震动，摇晃了一会儿，发现底层的钉子竟然出现了分组排列，随后上层的钉子也不断自行排队，最后几乎所有的钉子都沿着水平振动方向整齐分组堆放。很多人认为这是视频倒放，实际上只是把整齐的钉子摇成散乱而已。为了检验这个说法，我们将视频倒放，可见盒子里整齐的钉子在摇晃中很快变得散乱。但有一点令人生疑，就是盒子在前后摇动时，钉子会首先向摇动方向运动，而后盒子才出现摇动的动作。显然钉子尚未受到推动，却提前运动，这实在不符合常理。因此，这个从整齐到散乱的所谓实际情况其实并不成立。也就是说，原本散落的钉子确实是被摇晃整齐的，但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就来做个实验，给盒子里扔一把金属棒，开始如法炮制摇晃起来。此时盒子沿着长边方向做水平振动，同时又向短边方向摆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发现这些金属棒大多贴近内壁，并按照长边方向分组排列起来。如果盒子里金属棒足够多，就会从边缘向中间，以当前分组模式铺满一层，而后层层向上累积，最终变成视频里的样子。那么金属棒是被什么力量驱动而自动排队呢？首先观察盒子做前后摇摆的情形，发现只要晃动的足够快，上升一侧的金属棒就会被抛向对面，而位于下沉一侧的则会失重坠落。无论金属棒在空中具有怎样的姿态，最后大概率会因内壁和底面阻挡而被迫旋转，变成与盒子长边平行的姿态。因此摇摆的目的就是让金属棒获得势能，以便在下落时受到内壁阻挡而转动到固定方向，并迫使之后下落的金属棒继续按相同方向排列，然后再让盒子做左右水平振动。发现金属棒会在里面互相错动平移，导致位置较高的零件能够利用较大的势能不断寻找下层让出的空档，然后掉下去。于是出现了沿着振动方向的自动分组排列。如此一来，将摇摆和振动叠加，就能使金属棒从外向内分组排列填满底层。因此钉子之所以能层层向上排列，原因就是摇摆动作使钉子反复获得势能，使其在向势能更低的稳定状态掉落时，不断受到阻挡并滑动而自发有序排列。因此把散落的钉子摇晃整齐，对于钉子生产线上的工人来说是日常操作。而摇钉子原理的一个有趣应用就是振动盘，这个装置放在工厂流水线上，用来传送零件。虽然该盘子只能震动，但却可使上面的零件以螺旋路径向四周移动。观察发现，振动盘靠电磁铁反复吸合而上下震动，但盘子是被摇臂支撑，导致向上震动时盘子会向前旋转一定角度，而向下震动时又会向后旋转复位。如果把零件放在振动盘上，当底面上行时，就会像盒子摇钉子一样，将零件抛向斜上方。飞行中，底面又下行复位，使零件依靠落差沿切线方向飞行一段距离。因此每次振动都能使零件出现位移，这样盘子只要不断振动，零件就会以螺旋路径前进。因此振动盘和摇钉子都是利用了给零件反复赋予势能的方法，促使其沿特定方向或以特定姿态向势能更低的位置掉落，最终这些散乱的物体自发变成了有序状态。